23年上牌的特斯拉 Model 3车型被水泡了，还能不能维修得好？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今天粉丝联系阿青，说他的一台特斯拉 Model 3的车型被水泡了。最近广东的暴雨已经是连续下了2个月的时间了，经常能收到粉丝的反馈啊，说他的车子进水啊，或者说电池进水啊。新能源车跟油车对比的话是有很明显的区别啊。油车的话进点水是吧，还能正常的行驶，但是新能源车啊，只要你的车子一进水啊，这高压系统一检测到绝缘组织过低，就会限制你的根据输出。这是轻微的，严重的就直接让你启动不了。像我们这台 Model 3的话，这个泡水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车子肯定是不能启动的。第一步的话，肯定是对这个泡水的一些部件进行拆解，清洗完以后，然后更换了这些损坏的高压模块，对它进行上高压电的一个测试啊。现在我们师傅已经在安排对车辆进行拆解了，我们拆解完以后，然后看一下有哪些模块需要更换的，然后像这种车子到维修完以后，后续还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的一个风险。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应该就2个问题吧，第一是这个车子啊进水完以后，这个电池会不会进水？电池 IP67的这个防水级别啊，能不能达到这个防水的效果？现在咱们没拆开，咱们也不得而知啊。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后电机啊，泡水完以后的话，这电机需不需要拆解下来进行维修？好吧，等我们师傅拆解完以后啊，看一下这个电机跟电池的一个状态有没有必要把它拆解下来进行检修。如果说你这个车在服务中心维修的话，这个电池电芯肯定是需要进行维修的啊，这是100%的，一般会定义为这个电池或者电机存在安全隐患，是吧？不给你提供质保。当然了，咱们在外面维修的话，肯定是不能按4S店的这个套路来进行维修啊，得根据这个实际情况，给出具体的一个维修方案。能修的咱们就修啊，没问题的咱们就不需要对它进行拆解了。好吧，等师傅拆解完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电池电机会不会进水。内饰是已经全部拆解完了，我们现在在准备对电机进行检测。电机的话，绝缘组织低于了正常值，正常的话能达到500多，现在只有0.2的一个绝缘组织啊，这个电机大概就是进水了。这电机油分很明显，看到这个电机油已经变成了这个乳白色，进水了，这个电机是需要拆下来进行清洗维修。这个电机的话，应该也是 IP6级的一个防水级别啊，怎么会进水呢？估计是泡水太久了。现在准备拆解电机啊，把里面的线圈、齿轮组全部清洗，然后把油换掉，看一下能不能维修的好。电机进水了，我们要祈祷的是这个电池不会进水啊，电池一进水的话，这个车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电机进水的话，咱们花个几千块钱还是能修得好，修问题不大。我们来拆解电池，揭开电池上盖，哎，这电池看起来还挺新的啊。应该是问题不大，应该是没进水的痕迹。这电池还没进水啊，运气挺好的。你说特斯拉的电池也挺奇怪啊，很多车子没泡水，它这个电池也会进水。像这个泡水，这电池反而不进水，是吧？没进水的话，咱们把这个电池上盖给它密封起来，然后准备清洗车内的内饰啊。
车的模块我们基本上已经拆下来了，可以看到主页的模块是这个主机，然后纯电口模块、西南电脑、前窗模块、左右的车身模块，这都是需要进行更换的。这个主机的话要维修，因为如果说你更换一个拆车的主机啊，可能会影响你的上网功能，会上不了网。这个我们就给它维修回去就行了。别的这些模块都是可以更换完以后进行匹配就 OK 了。然后座椅的电机，这个电机是必换的啊。然后车轮的轴承，这个也是必换，不换的话你开起来会有看飞机一样的嗡嗡声，是吧？把这些损坏的模块全部拆下来，然后再安装上去我们新的模块进行匹配，看一下能不能上电。哎，档位显示有的，挂档也是正常的，问题都不大。还有一些气囊的故障提示啊，包括空调这些还需要进行匹配。但是能上电了，这个基本上就已经维修成功了60%，还剩下40%啊。剩下40%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些装备问题啊，也可能会碰到一些比较难修的疑难杂症啊。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技师来说啊，这个特斯拉修了这么多啊，疑难杂症的话，基本上也就1天左右肯定是能处理得了，没处理不了的疑难杂症啊。座椅一安装，这个又维修进度又提升到了80%，是吧？然后再把剩下的一些小饰板该扣的扣上，该装的装备好。这个后排座椅一装啊，我们的维修基本上就接近尾声了。我们来看一下维修之前的前后的一个对比照片啊，区别还是很明显的。修完之后你肯定是看不出来这台车子有水泡过的痕迹啊。维修完以后，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2-3天的一个测试啊，包括充电的一个检测，然后高速的一个续航，包括车辆的一个动态数据流的检测啊，这个都是需要进行测试的。只有说这些测试完以后没有故障，才能把这个车子交回给到用户。现在我们在进行的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数据流检测，包括自动驾驶的传感器，然后空调啊、电池啊这些状态的检测，没问题的话就可以交车了。兄弟们，你们觉得我这么修一下收用户多一些比较合适呢？